我站在原地打了个寒战，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被他的话吓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转身回店，立刻降下卷闸门，不仅锁了地锁，还从库房翻出几把粗壮的 U 型锁，把能锁的缝隙全都死死卡住。做完这些，我决定先不睡觉，而是去了超市后方的监控室观察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回家。我顺手拿了一些零食饮料，又给店里养的橘猫开了一罐主食罐头。我坐在监控屏幕前，一边反复观看女孩囤货时的监控记录，一边观察超市外的街道情况。外面除了风刮的比平时大了一些，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路灯昏黄，偶尔有车辆驶过，不知不觉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我靠在椅子上睡了过去。砰哐当，我是被一阵剧烈的砸击声和透骨的寒意冻醒的。监控室里没有开空调，但我居然被冻得浑身发抖，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我猛地睁开眼看向监控屏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外面不知何时已经刮起了漫天暴雪，狂风卷着冰碴子在街道上肆虐。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屏幕里的画面，好几个人正围着一个路人疯狂殴打，这不是普通的打架，他们在扒那个人的羽绒服，甚至有人拿着砖头往那人头上砸，只为了抢夺他手里的一个保温背包。这是打架呢，好几个人打一个，这是要出人命啊！我一边往大门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奇怪，难道是其他人也在报警导致占线？那先打120也行，叫救护车。依旧是忙音，信号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个红色的叉。我凑到卷闸门的缝隙往外看，外面的风雪声中夹杂着绝望的惨叫，前面的人疯了。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几辆车撞在一起，燃起了大火，但周围的人根本不去救火，反而像疯狗一样在抢夺散落的物资。为了半瓶水，一件带血的大衣，他们甚至掏出了刀子互相捅刺。不对，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那个女孩一定是提前知道了这一切。这不是什么普通的降温，这是极寒末世降临，社会秩序在极端天气的逼迫下瞬间崩塌。外面那些冻疯了的人，为了活下去，已经彻底沦为失去理智的暴徒。我的女儿还在1楼的家里。我喃喃自语，在满是物资、相对避风的超市里，却惊出了一身冷汗。屏幕上的小吃街已经彻底沦陷，到处都是打砸抢烧的暴乱者。现在是凌晨3点50分，这个时间女儿应该还在家里睡觉。1楼的防盗窗在那些暴徒眼里根本防不住为了生存发狂的人。我颤抖着手，用超市的内部座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谢天谢地，老实座机还有信号。喂，老妈，咋的了？电话那头传来女儿迷迷糊糊的声音。听着，外面出大事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极寒天气爆发，街上全是抢东西的暴徒。你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放包里，把家里最后的衣服全穿上。我马上到家，一会儿带你回超市。妈，你是不是在做梦啊？那末世来了，你答应我考到第一就给我买新手机的事。行，都答应你。我急得直跺脚。那你把家里的日用品全装包里，赶紧锁死门窗。我3分钟到家，我会自己拿钥匙开门。如果有人敲门，那一定不是我，千万别出声。好的，老妈，我明白了。挂断电话，我立刻冲向超市的生活用品区。面对外面那些拿刀拿棍的暴徒，光穿到后没用。我扯下10几条厚毛巾，又去文具区拿了几本厚厚的硬壳笔记本，用宽胶带死死地缠在我的小臂和小腿上，这样即使被暴徒的刀棍砍到、敲到，一时半会儿也无法伤到筋骨。随后，我跑到儿童体育用品区，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坚固的滑板头盔，顺手又拿了一套全新的防具给女儿备用。最后，我套上了超市里卖的最后的一件极地防寒服。全副武装后，我深吸了一口气，从货架上拿了几个强光手电和最高分贝的防狼发声警报器。我顺着超市后巷的隐蔽小路，顶着刺骨的冰雪，摸到了自家1楼的窗户根下。咔嗒，我用钥匙飞快地打开门，闪身进去。女儿已经穿得像个球一样，背着书包站在玄关，冻得小脸煞白。妈，外面啥情况？怎么突然这么冷？我刚才从窗户缝看了一眼，太吓人了，到处都在打劫，是极寒末世，秩序全乱了。我一边快速帮她把防具穿戴好，一边压低声音交代：咱住1楼太危险了，随时会被人砸窗户。一会儿咱俩必须回超市，那些暴徒现在为了抢物资，对光线和声音非常敏感。我把手里的强光手电和警报器塞进口袋，一会儿我们冲出去之后，我会往两边扔这些发光发声的东西，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你记住，无论看到什么，别人怎么打怎么抢，别慌别叫别停，就算天塌下来也得给我跟着妈妈冲进超市，中途绝不能有任何犹豫，听懂了吗？女儿吞了口唾沫，用力的点了点头。走。我猛地推开门，刺骨的寒风瞬间灌入。我拉着女儿的手，冲进了这犹如炼狱般的极寒黑夜之中。狂风裹挟着冰刀般的雪片，疯狂地抽打在我们身上。我死死拽着女儿的手，在几乎没过脚踝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狂奔。别回头，看路！我大吼着，声音瞬间被风雪吞没。短短200米的距离，在极寒的暗夜里，仿佛一条没有尽头的死亡之路。四周不断传来玻璃碎裂的巨响和绝望的惨叫。路灯忽明忽暗，照出几个犹如恶鬼般在雪地里扭打抢夺衣服的黑影。我咬紧牙关，将手里的强光手电猛地朝反方向掷出，刺眼的白光瞬间吸引了那几人的注意，为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几秒钟。到了，快！超市熟悉的招牌终于出现在眼前。我一把将女儿推到卷闸门前，冻得僵硬的双手哆嗦着掏出钥匙，凭着肌肉记忆精准地捅进锁眼。咔嗒一声，锁开了。我猛地发力，将沉重的卷闸门向上托起半米高，钻进去。快！
我弓着身子把女儿塞进超市，自己也紧跟着就地一滚，翻进了漆黑的店内。终于进来了，我长舒一口气，转身双手扒住卷闸门的底部，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向下一拽。就在卷闸门距离地面只剩最后10几厘米，即将彻底锁死的瞬间，一只粗糙、冻得发紫的大手突然从外面的风雪中猛地伸了进来，死死抠住了门底。让我进去，把吃的给我。伴随着一声野兽般嘶哑的咆哮，一张因为极度寒冷和疯狂而扭曲的男人的脸猛地贴在了卷闸门外的缝隙处。他双眼通红，眼底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贪婪与凶狠。啊！女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尖叫出声，跌倒在货架旁。滚开！我惊怒交加，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抬起穿着厚重冬靴的脚，狠狠踹向那只扒着门的手。但那个男人就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爆发出惊人的求生蛮力，竟然硬生生地将卷闸门往上顶开了几分。呼！零下几十度的极寒狂风瞬间顺着扩大的门缝倒灌进来，夹杂着冰冷的雪沫，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超市里的货架被风吹得哗啦作响，躲在暗处的橘猫发出凄厉的哈气声。吃的，里面有吃的，都给我死开！男人半个肩膀已经拼命挤进了门缝，另一只手赫然握着一把沾着血的生锈螺丝刀，正疯狂地朝我的小腿扎来。门外的风雪越发狂暴，门内的我双手死死压住卷闸门，却感觉底下的力量越来越大。如果让他彻底掀开这扇门，我和女儿还有这一超市的救命物资全都会沦为暴徒的猎物。螺丝刀尖锐的寒芒距离我的膝盖只剩不到3寸，而我的力气正在这极寒的拉锯战中迅速流失。突然，一个细白但有力的胳膊击倒了外面的人。快关门！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那只击倒暴徒的细白胳膊精准有力，直接劈在男人的颈侧。男人发出一声闷哼，手里带血的螺丝刀颓然落地，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软下去。还愣着干什么？快关门锁死！熟悉的声音如惊雷般在我耳边炸响，正是刚才那个花10万块买物资的女孩。她没有下车，只是推开副驾驶的车门，完成这致命一击，眼神中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冷冽。我如梦初醒，爆发出全身的力气，猛地向下一拽，卷闸门砰的一声彻底砸回地面。我颤抖着手将那几把沉重的 U 型锁全部扣死，又疯狂地转动地锁的钥匙，直到听见金属咬合的脆响。老板，记住我刚才的话，别当圣母，否则你们母女活不过今晚。女孩清冷的声音隔着厚重的卷闸门传来，紧接着是越野车引擎那粗犷的轰鸣声。它没有丝毫停留，轮胎摩擦冰雪发出刺耳的声响，瞬间消失在凄厉的风雪深处。超市内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只能听到我和女儿急促而惊恐的呼吸声。刚才那个男人的惨叫声还在门外回荡，却很快被更猛烈的疯笑声彻底掩盖。我背靠着冰冷的卷闸门滑坐在地，手心里全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渗出的冷汗。妈，那个姐姐是谁？她为什么知道会有这些事？女儿缩在货架后小声地问。我摇了摇头，心脏跳得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脑海里全是女孩那双毫无温度的眼睛。外面是人间地狱，而这间超市现在成了我们母女唯一的孤岛。惊魂未定之余，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拉起被吓坏的女儿往超市深处走。超市的感应灯在狂风中忽明忽暗，发出的嘶嘶声在安静的室内显得格外诡异。我第一件事就是拉断了除了监控和冷库以外的所有非必要电源。那个女孩说要关掉灯，一定有她的道理。我低声对女儿解释，也是在安慰自己。如果外面那些疯子看到超市里灯火通明，这里瞬间就会变成众矢之的。我带着女儿来到超市中心的办公区，这里没有窗户，四周被厚实的货架包围。我拖过几箱最重的大米，死死地抵住通往超市内部的所有暗门和通风通道。随后，我打开了监控室的屏幕，由于是红外夜视模式，外面的世界呈现出一片诡异的惨白，风雪已经大到看不清对面的街道。刚才那个被击倒的男人已经消失在雪堆里，不是消失，而是被迅速增加的积雪直接埋没，像一座冰冷的小坟包。气温监测仪上的数字正在疯狂跳动，零下25度，零下30度，零下35度。我从货架上拆开2套最厚的保暖内衣给女儿换上，又给她披上了一件军大衣。妈，咱们能撑过去吗？女儿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声音带着一丝哭腔。我摸着她冰凉的小脸，看着身后那堆积如山的物资，目光逐渐变得坚定起来。放心，那个姐姐留下的物资够咱们吃好几年，只要咱们不开门，谁也进不来。我开始在脑海里快速盘点超市现有的物资，这是我们生存的底气。女儿吓得想往门口看，我一把捂住她的嘴，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想起林小玲走前那个凝重的眼神，心里阵阵发寒。在这种时候，一旦开了门，进来的就不是邻居，而是要命的恶鬼。我坐在监控屏前，冷冷地看着她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却始终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老周在门外足足砸了10分钟，咒骂声从最初的哀求变成了恶毒的诅咒。王春花，你个见死不救的烂货！你有这么多吃的喝的，非要看着邻居冻死吗？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不认识的年轻男人，手里都拎着沉重的扳手或者撬棍。显然，老周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这伙暴徒的带路党，想拿我这超市当避难所。周哥，这门太死，地锁全锁了，咱们的工具在低温下脆得跟饼干一样，根本撬不动。一个壮汉缩着脖子喊道，声音在风雪中显得断断续续，充满了挫败感。他们尝试着用撬棍插入卷闸门的缝隙，
但那是不锈钢加厚的材质，纹丝不动。果然，没过多久，老周手里的撬棍在剧烈的撬动中，竟然咔嚓一声断成2截。几个人见硬攻不下，又冻得快要失去知觉，只能骂骂咧咧地蜷缩着身体，撤向远处的暗处。我透过监控看到他们钻进了一辆还没熄火的破面包车里，借着微弱的引擎热量苟延残喘。这只是第一波冲击，随着气温继续降低，会有更多绝望的人像野兽一样扑向这里。我转过头，看着在羽绒被里瑟瑟发抖的女儿，心里明白我必须变得更狠。为了保护我的孩子，我愿意变成这末世里最冷酷的守门人。凌晨5点，世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箱，气温降到了恐怖的-45度。超市的墙壁开始发出细微的咔咔声，那是建筑材料在极度寒冷下收缩产生的声音。我尝试着按了一下灯开关，结果意料之中，最后一丝微弱的电流也彻底消失了。整座城市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唯有超市监控室的备用电池还在勉强维持工作。妈，我冷，脚后跟疼得厉害。女儿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脸色苍白的吓人。我知道这是失温的前兆。超市大厅虽然挡风，但温度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我不能再等了，必须启动那台柴油发电机，否则我们母女也会冻死在这堡垒里。我拿起手电筒，深吸一口气，走向库房尽头的发电机室，那里是我最后的底牌。发电机室做了双层隔音，排烟管道直接通向超市后方的一个隐蔽下水道口。这种设计原本是为了防止夏天噪音扰民，现在却成了隐藏我们生存痕迹的绝佳伪装。我按照说明书费力地拉动起动绳，1次、2次、3次，突突突，沉闷的引擎声在库房里低沉地回响起来，发电机成功启动了。随着电流的恢复，我只开启了库房区域的2台大功率电暖器和监控系统，一丝暖意渐渐在库房里弥漫开来。我赶紧把冻僵的女儿抱到电暖器旁，我从货架上拆开一盒自热火锅，又倒了2杯高钙热牛奶，递给发抖的女儿，快吃，吃饱了身体才有热量，别怕，有妈在，这超市就是咱俩的城堡。看着女儿小口喝着热奶，脸色恢复了一丝血色，我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了一点。为了防止外界发现发电机室的排烟，我特意去查看了那个隐蔽的排出口。由于外面的积雪已经堆到了2米多高，排出的热烟被厚厚的雪层过滤，很难被肉眼察觉。我顺手检查了超市的所有通风口，用泡沫胶和厚纸板将不必要的缝隙全部堵死。末世降临的第一个夜晚终于快要过去，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我坐在收银台后的阴影里，手里紧握着一把锋利的剔骨刀，死死盯着监控屏幕。街道上已经看不到活人的踪影，只有几辆被积雪掩埋了一半的废弃汽车，偶尔能看到几只野猫野狗僵硬的尸体倒在雪地里，被风吹得像一块块黑色的石头。就在我以为这个早晨会安静度过时，屏幕一角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强光，那是车灯的声音。在这个断电断水的死城里，竟然还有人在开车移动。一辆黑色越野车缓慢而稳健地行驶在没过车轮的积雪中，最后竟停在了超市正门口。我心头猛地一跳，这种时候能在大雪里开车的绝不是普通的难民。车门打开，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走下车，他戴着专业的防寒面罩和护目镜，他手里拿着一个类似生命探测仪的设备，对着超市的卷闸门扫视了一圈。我屏住呼吸，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心里不断祈祷他不要发现我们的存在。男人在门前停留了3分钟，似乎在记录着什么，随后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红色的贴纸。他没有尝试破门，而是迅速回到车上，调转车头驶离了这条街道。那张红色的贴纸在惨白的雪景中显得格外刺眼，像是一个不祥的标记。那辆神秘车辆离开后，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冒险去看看那张红色贴纸。我让女儿躲进发电机室最里面的隔间，并锁上门，交代她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许出来。我全副武装，拿上撬棍和菜刀，小心翼翼地走到卷闸门边。透过门缝，我看到那张红贴纸上印着一个奇怪的螺旋图案，下面写着一串数字014。这看起来不像是暴徒的标记，更像是某种组织在统计物资储备点或者幸存者分布，是政府的救援队，还是某种在末世中迅速横行的暴力机构。无论是哪一种，被标记都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某些人的视线。就在我准备撤回库房时，一阵微弱的哭声从超市后门的垃圾道口传来：“救命！救救我！我好冷！”那是一个清脆的童声，听起来只有7、8岁的样子，虚弱的仿佛随时会断气。我握着菜刀的手紧了紧，喉咙里像塞了一块冰。这种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怜悯，但那哭声听起来和我的女儿太像了。那种绝望和无助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通过后门的猫眼往外看，一个穿着单薄羽绒服的小男孩正蜷缩在角落里，他的一只手已经冻成了紫黑色，那是严重的坏疽，如果不处理，他根本活不过1个小时。我闭上眼，脑海里不断回想着林晓的话：别当圣母，否则你们母女活不过今晚。如果我开了这道门，外面可能藏着几10个等着的暴徒，我也可能被瞬间杀死。我咬紧牙关，狠心地转过身，不再去听那让人心碎的哀求。在这冰冷的末世里，仁慈是最高昂的奢侈品，我付不起这个代价。那个小男孩的哭声持续了约莫20分钟，最后渐渐变小，直到被风雪彻底吞噬。我回到库房时，整个人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瘫软无力。女儿在隔间里小声问我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只能撒谎说只是风吹过缝隙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内心的那种负罪感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神经。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整理超市里的日用品区，特别是那些能加强防御的材料。我发现了几大捆加厚的透明胶带和几10卷保暖用的铝箔纸，这些都是绝佳的隔热材料。我把铝箔纸贴满库房的墙壁，这样可以有效地将电暖器的热量反射回来，减少能源消耗。
同时，我开始清点冷库里的生鲜肉类，因为停电，冷库的温度虽然还在零下，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肉质会逐渐变差。我找来大量的食盐和超市现有的腌制料，准备把这些猪肉和禽类全部腌制成咸肉挂起来，这样即使发电机坏了，这些蛋白质也是我们活下去的关键。忙碌了一整天，我累得几乎虚脱，但看着逐渐被加固的库房，心里多了几分安全感。晚上7点，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电流声，我惊喜地调大音量，这里是紧急广播，请所有市民待在室内，不要随意移动，信号极差，声音断断续续，但至少证明政府还没有彻底瘫痪，还有人在尝试维持秩序。但广播里提到的极寒气候将持续至少3个月的消息，让我刚刚放松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3个月，这意味着现有的燃料和物资必须精打细算到极致。我看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冰封世界，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从脚底升起。第3天早晨，气温奇迹般的没有继续下降，而是维持在零下45度左右。但更大的危机出现了，那伙原本躲在面包车里的暴徒似乎已经死绝了。我透过监控看到，那辆面包车已经被积雪盖得只剩个顶棚，车内没有一丝热气冒出。末世的残酷就在于此，没有足够的准备，人类在自然面前比一张纸还要脆弱。然而，还没等我感叹完，超市前锋的街道上出现了一群黑压压的人影，不是3、5成群，而是至少有几十号人。他们有的拿着自制的盾牌，有的拎着汽油桶，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他腰间竟然别着一把黑漆漆的自制火药枪。王老板，别躲了，我们知道你在里面烧柴油取暖。壮汉的声音洪亮的惊人，我心里咯噔一下，发电机室的排烟终究还是漏了破绽，热空气会让上方的积雪融化变色。这伙人显然比老周那种乌合之众专业得多，他们目标明确，直接对准了超市的脆弱点。把门打开，我们只要1半的粮食和燃料，剩下的留给你们母女，绝不伤人。这种骗小孩子的鬼话，我是一个字都不信。一旦门开，我们母女的下场比死还惨。我默默走进发电机室，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防爆灭火器，那是干粉式的。同时，我把几桶高浓度的工业酒精搬到了卷闸门后，便在地上泼了一层润滑油。既然他们想要硬闯，那我就让他们知道，这间超市不仅是堡垒，更是他们的墓地。我对着监控麦克风，第一次发出了冰冷的声音：退后，否则后果自负。外面的壮汉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阵猖狂的大笑，指挥着手下开始往门上浇汽油，泼，给我烧！我就不信这铁皮门是火烧不透的。壮汉狂笑着下令，橙红色的火焰在极寒的空气中猛然窜起，虽然低温减弱了燃烧效率，但热量依然恐怖。卷闸门的金属板在高温下开始发出令人牙酸的扭曲声，室内的温度也开始迅速上升。我拉着女儿退到第2道防火门后，手心全是冷汗，但我依然死死盯着监控。他们在等门后的密封条烧化，等金属软化到可以用车撞开的程度。但我没打算坐以待毙，我按下了一个自制的遥控开关，那是连接到超市招牌后方的消防喷淋。由于我提前往消防水箱里掺了大量的防冻液和废弃食用油，喷出的瞬间并不是水，哗，一股混合着滑腻油液的黑色液体兜头盖脸的淋在了那群暴徒身上。火焰在油液的助燃下瞬间爆燃，虽然没有伤到他们性命，却让他们陷入了一片混乱。更阴狠的是，我紧接着启动了大功率的高音警报器，分贝瞬间拉到了人类耐受的极限。在寂静的血液里，这种噪音不仅是听觉折磨，更会引起生理上的眩晕和呕吐。门外那些人惨叫着捂住耳朵，有的在湿滑的冰面上摔得头破血流。妈的，这婆娘疯了，给我撞！壮汉一边呕吐一边怒吼。一辆经过改装的重型皮卡发动了，巨大的撞角对着卷闸门狠狠撞了过来，轰隆，整个超市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几排货架应声倒塌，卷闸门中心凹进了一个大坑。但我并没有慌，因为我在门后堆放的那3吨大米形成了最稳固的防冲撞墙。第2下、第3下，皮卡撞的车头都变形了，卷闸门依然死死卡在米袋堆上。就在他们准备第4次撞击时，异变突生，街道尽头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枪声沉闷而密集，在寂静的血液里如同催命的鼓点。我猛地抬头看向监控屏幕，只见街道尽头出现了3辆通体漆黑的防爆装甲车，刚才还在疯狂撞门的暴徒们像割麦子一样倒下，雪地瞬间被染成了暗红色。那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刚想举起火药枪反抗，就被一颗精准的子弹掀开了天灵盖。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冷酷屠杀，对方的火力专业的让人绝望。不到2分钟，门外几十号暴徒就变成了一地冰冷的尸体，连哀嚎声都很快平息。装甲车稳稳地停在超市门前，几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人跳下车，动作干练。他们并没有看那些尸体一眼，而是径直走向了那张贴在门上的红色014贴纸。其中一人伸手接下贴纸，对着领口处的通讯器低声说了句什么。我屏住呼吸，躲在米袋堆后，手里的剔骨刀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这些人显然就是之前那个标记员所属的组织，他们把这里当成了私人领地，在他们眼里，这些暴徒不过是试图染指他们财产的害虫，清理掉只是顺手而为。领头的人转过身，隔着防弹面罩看了一眼满目疮痍的卷闸门，他并没有尝试破门，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新的蓝色贴纸，覆盖在原来的位置。随后，这群神秘人像来时一样迅速撤离，3辆装甲车很快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虚脱般的滑坐在地上，大米麻袋冰冷的触感透过衣服传遍全身。蓝色贴纸，这意味着超市的等级或者归属在那个神秘组织眼中发生了变化。我不敢去看外面的地狱景象，只能先检查卷闸门的受损情况。由于米袋墙的支撑，门虽然严重变形，但并没有被彻底撞开，安全暂时无虞。我拉着女儿回到发电机室，
他的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眼神里满是空洞。妈，那些人是警察吗？他们救了我们吗？女儿声音颤抖地问。我惨笑一声，紧紧搂住她。宝贝，警察不会这样杀人，他们只是另一群更厉害的狼。在这个崩溃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纯粹的救世主，每个人都在为了资源博弈。虽然暂时赶走了暴徒，但那个蓝色贴纸让我如鲠在喉，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刀悬在头顶。我必须在下次他们回来之前，把超市变得看起来不那么有价值。我开始疯狂地搬运货架上的名贵烟酒和高热量食品，把它们全部藏进隐蔽的地下室。超市大厅里只留下了一些快过期的干粮和大量不值钱的日用杂货。我甚至故意把几个酱油桶打翻，让深色的液体在大厅里流得满地都是，造成一种被洗劫过的假象。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的脊梁骨都快累断了，但内心的焦虑却丝毫没有减轻，因为我知道蓝色的标记可能意味着待收割的成熟果实。接下来的2天，气温奇迹般的稳定在了零下50度，风雪也小了许多。街道上那些被积雪掩埋的尸体成了天然的警告，再也没有暴徒敢轻易靠近这片区域。然而，外面的危险虽然减少了，超市内部的危机却在悄然降临。由于极度的严寒，超市地下的排水管道被冻裂了，污水开始往库房的地心渗漏，一股刺鼻的恶臭在空气中弥漫。如果不及时处理，我们的水源和食物都会被污染。我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打着手电，钻进阴冷潮湿的地下管道检修口。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那根粗壮的铸铁管被冻开了一道1米长的裂缝，冰冷的黑水顺着裂缝不断涌出，遇到冷空气后瞬间凝结成黑紫色的冰坨。我必须用喷火枪将冰融化，再用专用的高强度补漏胶进行修补。狭窄的空间里全是异味和水汽，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护目镜上也蒙上了一层白雾。就在我费力修补时，管道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划水声，那声音不像是水流，更像是某种活物在粘稠的液体中缓慢爬行。我心里猛地一沉，在这个全城绝户的末世，这种环境下存活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握紧手里的喷火枪，缓缓调大火焰，将光束照向声音传来的黑暗尽头。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在阴影中一闪而过，速度极快，带起一阵腐烂的腥风。那是一只体型硕大的变异老鼠，皮毛上沾满了冰碴和污垢，看起来异常凶悍。那只老鼠在光束的照射下并没有逃跑，反而发出了刺耳的嘶叫声。它的体型足有家猫那么大，露出的门齿泛着金属般的冷光，眼神里满是野性。我被吓得后退了一步，头盔撞在管壁上，发出巨大的闷响，在空洞的管道里回荡。老鼠猛地一蹬管壁，像一颗黑色的炮弹一样朝我的面门突过来。滚开！我惊叫一声，下意识地扣动了喷火枪的扳机。赤红色的火舌瞬间喷涌而出，正中老鼠的腹部。空气中立刻弥漫起一股焦糊的恶臭。变异老鼠在半空中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被火焰烧得满地打滚，最后坠入了污水的深渊。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有余悸地看着那团焦黑的残影，浑身都被冷汗浸透。极寒不仅在折磨人类，也在逼迫这些底层的生物进化出更强的侵略性。我不敢再耽搁，忍着恶心，飞快地用密封胶将管道裂缝层层包裹，再用铁丝死死箍住。修补完管道，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地下检修口。回到温暖的库房，我直接把外层的防护服脱掉，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废纸桶里烧掉。妈，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女儿拿着一包压缩饼干走过来，心疼地看着我。我摇了摇头，接过女儿递来的水杯，一饮而尽。温水入喉，才让我找回了一丝活着的真实感。外面的秩序崩塌了，地下的生物异变了。我们母女在这间超市里真的是前路未卜。我看向监控屏幕，惊讶地发现那张蓝色的贴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片灰白。灰色贴纸在末世的行话里代表着无价值或者已损坏。我想起刚才在大厅里制造的那场洗劫假象，看来那个组织派人偷偷观察过，虽然短时间内避开了那群黑衣人的觊觎，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某种潜在的保护。正所谓祸不单行，还没等我喘匀气，超市侧面的通风窗传来了异样的响动，那是超市2楼的杂物间窗户。由于年久失修，窗锁本来就有些松动，我立刻带上防身器材冲上2楼，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倒挂在窗沿上，试图钻进来。你是谁？再动我就不客气了。我举起手里的高压电击棍，厉声喝道。那人影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手一松，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满是灰尘的木板地上。借着手电光看去，竟然是这栋楼2楼的老邻居，退休的小学老师张大爷。他此时瘦得皮包骨头，满头白发乱蓬蓬的，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空空如也的布口袋。王老板，救救命！我老伴快饿死了！张大爷趴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哀求着。我看着这个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老邻居，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但这道口子一旦开了，后面跟着的恐怕就是这整栋楼的恶狼。张大爷，您不该从这里爬进来的，这很危险。我冷冷地开口，尽量让心肠变硬。他试图爬过来抓我的裤脚，声音微弱的如同风中的残烛，求求你，一点米就行。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手中的电击棍重若千斤，那是人性和生存的最后较量。张大爷的哀求在寂静的杂物间里显得格外凄凉，我几乎能听到他胃部发出的咕噜声。妈，给他一点吧，我那包饼干分他一半。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上来，小声提议。我猛地转头，严厉地瞪了女儿一眼，示意她闭嘴，回到库房去。女儿被我的样子吓到了，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但还是乖乖地退了下去。我深吸一口气，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撕开包装，递到了张大爷的嘴边。他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疯了一般的把巧克力往嘴里塞，嚼都没嚼就咽了下去。张大爷，只有这一块，您听好了，以后绝对不能再来了。我压低声音，语气凝重。
我这超市也被抢光了，剩下的都是些坏掉的东西。您看这些被打翻的酱油就知道了。我指着楼下大厅那些伪装出来的惨象，努力让他相信这里已经不值得再冒险。张大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感激地对我磕了3个头，然后颤巍巍地原路爬了出去。看着他消瘦的背影消失在窗外，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感袭上心头。我知道张大爷不会说出去，但他那个精明刻薄的儿媳妇可未必。如果被那家人知道超市里还有吃的，今天爬进来的就是一个老人，明天可能就是一群疯子。为了以防万一，我搬来了几根厚重的角铁，直接将2楼所有的窗户全部焊死。极寒天气下的炭火发出刺眼的蓝光，映照着我那张逐渐变得陌生且冷硬的脸庞。我正在一步步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冷血的人，但在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唯一的生存法则。焊好窗户后的第3天，超市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绑架。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李翠花带着一帮所谓的居民代表找上门了。他们并没有尝试暴力破门，而是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在大门口轮番进行演讲。王春花，大家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有吃的喝的却藏着掖着，你还有良心吗？就是政府都说了要互相扶持，你这是囤积居奇，是违法犯罪。李翠花那尖利的声音透过卷闸门像钻头一样往我脑门里钻，让人心烦意乱。他们试图发动周围幸存的所有邻居，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逼我交出物资。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一张张愤怒而贪婪的脸庞，心里只觉得阵阵发冷。在灾难面前，这种所谓的集体主义往往成了掠夺弱者的外衣。妈，咱们要回应他们吗？女儿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大门的方向。不用理会，他们进不来，只能靠嗓子喊，等他们喊累了冻僵了，自然会走。我平静地撕开一袋牛肉干塞进嘴里，强迫自己不去听那些刺耳的咒骂声。然而李翠花显然比我想象中要更阴狠，她竟然带人开始在超市门口堆放干草和垃圾。你不开门是吧？那我们就生火取暖，顺便把你的店给熏黑了。她狞笑着点燃了火堆，浓烟顺着超市大门的缝隙开始往里面灌，瞬间触发了烟雾报警器。尖锐的警报声响彻整个超市，女儿被吓得捂住耳朵，蹲在地上尖叫起来。浓烟中夹杂着垃圾焚烧的恶臭，迅速占领了超市1楼的大厅。我立刻戴上防毒面具，冲进仓库深处，拿出了2枚专门应对火灾的干粉灭火弹。你们这群畜生，真想同归于尽吗？我隔着门缝愤怒地咆哮道。李翠花听到我的声音，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得意地大笑起来。王老板，你终于肯出声了，只要你给每家分100斤大米，咱们这火马上就灭。我不屑地冷笑一声，从卷闸门上方那个不起眼的通风槽里猛地掷出了灭火弹。轰轰2声闷响过后，大量的白色粉尘在门外炸开，瞬间将刚才还嚣张的火堆彻底熄灭。李翠花和那群邻居被干粉喷得灰头土脸，一个个剧烈咳嗽着，连话都说不出来。趁着他们混乱之际，我接通了超市外墙的高压水枪泵，那本来是用来洗车的设备。我往水箱里加了整整2瓶特制的高浓缩胡椒喷雾液，对准人群就是一阵疯狂扫射。极度严寒下的高压水柱在空中的瞬间变成了混着胡椒味的冰碴，杀伤力惊人。那些邻居惨叫着四散奔逃，李翠花更是被水柱直接冲了个跟头，脸上满是冰霜和红肿。谁再靠近大门一步，下次喷的可就不是水，而是汽油了。我阴森森地威胁道。这种极端的防御手段终于镇住了这群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暴民。看着他们狼狈撤退的身影，我长舒了一口气，但心底的危机感却愈发浓重。他们今天敢放火，明天就敢炸门，这栋楼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庇护所了。邻居们的闹剧暂时告一段落，但超市外面的街道却变得越发诡异起来。我发现那些堆在门口的干粉和冰渣，竟然吸引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变异飞鸟。这些鸟体型巨大，双翼展开足有1米多长，羽毛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金属灰色。它们在积雪中翻找着食物，甚至在尝试啄食那些被胡椒水冻住的垃圾残渣。就在我观察这些飞鸟时，超市内的电力系统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嗡鸣声。我冲进发电机室，只见发动机组正冒出滚滚黑烟，冷却液的压力表已经爆表了。糟糕，是滤芯被冻裂了，还是油管堵了？我心急如焚地检查着机器。在零下50度的极端环境下，即使是加了抗冻剂的柴油也开始变得粘稠如浆。如果发电机彻底瘫痪，超市里的温控系统将失效，我和女儿很快就会失温而死。我顾不得烫手，直接撕开一包暖宝宝贴在供油管路上，又用喷灯小心翼翼的预热，忙活了整整2个小时，发电机的声音才逐渐恢复平稳，但消耗的燃油量比平时多了1倍。我看着油箱里逐渐下降的液位，心里开始盘算着剩下的油还能撑多久，最多半个月。如果半个月内气温不回升或者找不到新的能源，我们就彻底完了。就在我焦虑万分的时候，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一阵清晰的广播信号，那不是政府的公告，而是一个充满磁性的年轻女声正在反复播报着坐标。坐标叉叉叉叉叉叉，这里是方舟避难所，我们有充足的食物、暖气和医疗资源。无论你是孤身一人的幸存者，还是携带物资的团队，只要接受规则，我们一律欢迎。广播里的女声听起来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我立刻拿出地图开始对比那个坐标，发现那个所谓的方舟竟然就在本市的郊区，那是以前的一座大型人防工程，拥有深达地下100米的防御工事和独立的循环系统。女儿也听到了广播，她眼神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妈，咱们要去那里吗？我沉默了。在这个末世里，主动暴露自己的基地往往意味着诱饵。所谓的方舟很有可能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或者是为了搜刮剩余物资的幌子。但就在这时，超市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而有节奏的敲门声，咚咚咚咚。
这不是暴徒的杂击，也不是邻居的哀求，更像是一种约定好的某种暗号。我心头一震，想起了那天晚上林小临走前曾在我的掌心快速点了几下，难道是他回来了？我跌跌撞撞地冲向监控屏幕，调出了超市正门的特写镜头。一个全身笼罩在白色雪地迷彩服下的人影静静地站在门前，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牌，对着摄像头晃了晃，上面赫然印着一个螺旋图案。那是那天黑色装甲车的人揭掉的标记，而迷彩服下的那双眼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是林晓。他竟然在这个时候以这种身份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死死盯着监控屏幕，手里的剔骨刀因为过度用力而关节发白。那个穿着白色雪地迷彩的身影正是林晓，他手中的螺旋金属牌在红外灯下泛着幽幽冷光。开门，我只给你们10秒钟。后面有嗅着味儿来的疯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透过门外的对讲口传入室内，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急促感。我没有犹豫太久，咬牙按下了卷闸门的上升键，沉重的铁门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林晓闪身进门的一瞬间，我立刻将门重新锁死，并合上了所有的加强地锁。借着微弱的应急灯，我看到他白色的迷彩服上浸透了大片的暗红，血腥气扑面而来。他手里紧握着一只加了消音器的自动短弩，眼神犀利地扫视着超市内部的阴影。别怕，我没带尾巴进来。但那个组织的人正在全程进行资源清场。他靠在货架上大口喘气，脸色比外面的积雪还要苍白，左腿处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撕裂伤。我赶紧叫女儿从后舱拿来急救箱，强忍着恐惧帮她剪开已经被冻在伤口上的裤管。林晓疼得浑身颤抖，却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死死咬着牙关。那个螺旋标记是收割者的记号，他们把这片区域当成了私人粮仓。他的话让我后背阵阵发凉，原来我们一直在被当成待宰的肥羊观察着。由于失血过多，林晓的身体冷得像一块冰，我赶紧把她扶进了温暖的发电机室。我用高度白酒冲洗着她的伤口，那种皮肉翻卷的惨状让我女儿不忍直视地转过头去。那个广播里的方舟，千万别去，那是诱骗幸存者去当苦力的陷阱。林晓一边吸着冷气，一边把那个螺旋金属牌扔进了垃圾桶，眼神中满是愤恨。他说那个组织自称螺旋会，专门收割像我们这种有大量储备的私人超市。蓝色贴纸代表优质资源，灰色代表废弃。而我之前的伪装成功骗过了第一波搜查，但他们很快会回来复检，因为这一带的供暖热源反应最强的就是你这里。我心里咯碎一声，发电机排烟口的热气终究还是成了无法掩盖的生存漏洞。我们必须想办法在不熄灭发电机的情况下掩盖掉所有的红外热能特征。林晓指导我找出超市里剩余的所有铝箔纸和加厚隔音棉，开始在天花板层层铺设。这些材料不仅能隔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屏蔽那些人手里简易探测仪的扫射。就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超市外传来了沉重的引擎轰鸣声，比之前的皮卡要响亮得多。那是重型装甲巡逻车的声音。螺旋会的收割队显然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制清场。引擎声在超市正门口停了下来，几道刺眼的强光手电光柱顺着门缝不断往里扫视。我拉着女儿躲在发电机室的阴影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丝声响。这地方之前的标记是灰色，但昨晚的热感成像显示这里有人在进行高耗能活动。紧接着是皮靴踩在冻硬的积雪上发出的咯吱声。林晓挣扎着坐起来，手里重新抓紧了短弩，眼神里透出一股视死如归的狠劲。准备好那个干粉灭火器，如果他们敢暴力破门，就往死里喷。他压低声音交代着，顺手关掉了监控室的所有屏幕。超市陷入了绝对的黑暗。门外的人尝试着用撬棍捅了捅卷闸门的锁眼，但因为低温和地锁的加固，并没能成功。风雪在此时变得更加猛烈，狂风吹过建筑缝隙发出的啸叫声，掩盖了室内的细微动静。那群人在门口徘徊了约莫10分钟，似乎是不想在暴风雪中浪费太多体力。算了，记下坐标，等这阵烟炮过去，带破拆组过来，直接平了这里。随着装甲车的离去，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林晓冷冷地看着我，语气冰硬，他们下次再来就不会只是敲敲门这么简单了。由于超市燃油储备告急，加上发电机常负荷运转，我们面临着彻底断电的绝境。林晓提出，距离超市500米外的地下停车场里停着几辆运送燃料的私人油罐车，那是那些黑市商人的货。螺旋会还没来得及收缴，咱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我看着外面漫天飞舞的冰碴，心里阵阵发虚。这种气温出去，无异于在鬼门关散步。但看着女儿冻得发紫的小脸，我明白坐以待毙只能是等死，必须搏一次。林晓把她的白色迷彩服分给我半件，我们用胶带封死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缝隙。我给女儿留下了一把防身电击棍和整整3天的口粮，将她反锁在最隐蔽的隔间里。如果24小时我们没回来，你就按下这个自毁阀门，别让那帮畜生抓住。我强忍着泪水交代完后，跟着林晓钻出了那扇通往后巷的低矮排风口。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变成了白色的地狱，风力大的能把人瞬间吹出几10米远，空气吸进肺里，像是夹杂着无数细小的玻璃碴，疼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我们像2只蠕动的白色甲虫，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前行，每一步都耗尽体力。快接近停车场入口时，我看到雪地里倒着几具新鲜的尸体，死状极惨。那些尸体穿着厚重的皮衣，手里还抓着砍刀，显然是想趁火打劫，却被活活冻死的暴徒。林晓示意我噤声，他敏锐地察觉到停车场入口处有微弱的火光在晃动。我们绕到了停车场的排风管道侧方，
借着漫天飞雪的掩护，一点点向下渗透。我看到2名穿着黑色特战服的男子正蹲在火盆边取暖，旁边停着我们要找的油车，油车的罐体上覆盖着厚厚的寒霜。林晓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去侧方制造噪音吸引注意，他负责从后方进行偷袭。我颤抖着手捡起一个空罐头盒，用力掷向了远处的垃圾桶，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那2名哨兵立刻警觉地站起身，举起手里的制式弩箭，猫着腰朝声音源头走去。就在他们背对油车的瞬间，林晓像一道白色的幽灵跃出，短刃精准地划过对方的咽喉，2声沉闷的倒地声后，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温热的血腥气。我顾不得反胃，疯狂地冲向油罐车，开始寻找抽油的软管和泵机。手动油泵在严寒下变得异常沉重，我每一拉动一次，都感觉双臂的肌肉在痛苦地哀嚎。粘稠的柴油顺着管路缓缓流进我们的背负式油桶，那声音在我耳中比仙乐还要动听。快一点，这里的旋螺频率是每30分钟一次，咱们只剩下10分钟了。林晓警惕地盯着幽暗的通道出口，他刚才搜刮了哨兵身上的通讯器，里面满是杂音。就在第一个油桶即将装满时，耳麦里突然传出一声尖锐的指令：3号位，汇报情况，拿上剩下的油。好。他一把拽起还没灌满的罐子，顺手抛出一枚自制的烟雾弹。浓烈的白烟迅速在地下空间弥漫开来，为我们的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10几秒时间。我们顺着错综复杂的管网往回爬，身后传来了密集的皮靴声和愤怒的吼叫。我咬紧牙关，背着几十斤重的柴油在狭窄的管道里爬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也顾不得疼。当我们终于钻回地面时，外面的白毛旋风已经彻底遮蔽了视线，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超市挪动，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吞火，意识开始逐渐模糊。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倒在雪地里时，超市上方那盏昏暗的标记灯在风雪中亮了一下。回到超市的那一刻，我几乎是瘫软在发电机旁的地上，连拉开防护服的力气都没了。女儿哭着跑过来，帮我们扫掉身上的冰碴，又递过来2杯冒着热气的浓糖水。林晓虽然也累得够呛，但他第一时间检查了那2桶救命的柴油，眼神总算松动了一些。有了这批燃料，超市至少还能再撑半个月，这也给了我们家布地堡的缓冲时间。接下来的日子里，林晓带着我开始在超市的1楼地板下方挖掘，寻找通往建筑夹层的缝隙。螺旋会下次来一定会用重型破拆，咱们必须在地下建立一个绝对隐蔽的缓冲层。我们利用超市货架上的钢筋和现有的水泥加固剂，在库房最深处造一个隐藏暗间。我把重要的大米、罐头和药品全部转入这个只能容纳3人的地穴，上方盖上厚重的地砖。就在防御工事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该死的李翠花竟然又带着一群邻居找上门了。这次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大功率喇叭，站在超市不远处的废弃汽车顶上疯狂叫嚣：王春花啊，我知道你藏了林子里的那个逃犯，你这是在拉着咱们全楼的人陪葬。他不仅在咒骂，还指引着几名神情狂热的男子往超市的门缝里塞自制的燃烧品。螺旋会的长官说了，只要举报成功，咱们全家都能进方舟生活。看着监控里李翠花那张扭曲的脸，我心中的怜悯彻底熄灭，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杀意。那些邻居已经被极寒和饥饿逼疯了，他们不仅在放火，甚至开始用铁镐破坏墙体。超市的卷闸门在火光的炙烤下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烟雾顺着缝隙不断往里钻。这群蠢货，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引火烧身。林晓站在2楼杂物间的观察口，冷笑道。他从包里掏出几枚特制的诱饵弹，对着李翠花所在的人群中心猛地掷了出去。诱饵弹散发出一种极其刺鼻的频率信号，那是专门用来吸引变异生物的声波。不到3分钟，原本死寂的街道尽头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雪堆里出现了黑影，那是几只体型巨大的变异野犬，皮毛脱落，眼神里满是嗜血的贪婪，瞬间扑向人群。李翠花尖叫着想要逃跑，却被一名平日里她讨好的邻居猛地推倒，成了挡箭牌。惨叫声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曾经口口声声说要互相扶持的邻居瞬间四散而逃。看着李翠花被野犬拖入阴影，我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动，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这场闹剧虽然结束了，但也彻底暴露了超市的存在，血腥味会引来更多麻烦。林晓转过头，神色严肃地对我说道：这些狗只是开胃菜，螺旋会的主力部队要到了。他开始往超市的横梁上悬挂那些过期且易燃的白酒，并在门后布置了大量导火索。如果守不住，咱们就给他们留个空盒子，顺便送他们一场最华丽的葬礼。在螺旋会的大部队到来之前，超市迎来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死一般的寂静期。气温已经降到了令人发指的-60度，超市的墙壁甚至开始因为极寒而出现细密的裂缝。我和女儿把最后一点能烧的东西都搬进了地下的隐藏暗间，紧紧依偎在一起。林晓坐在地穴口，手里摩挲着那枚螺旋金属牌，向我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原本是螺旋会内部的一名资料员，因为发现了方舟实验的残酷真相，才选择外逃。所谓的方舟，其实是利用低能量环境进行的人体基因筛选，淘汰掉所有体质弱的人。他的声音在狭窄的地穴里回荡，带着一种看透世俗的荒凉感。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疯狂采购高热量物资，因为在那个组织眼里，这些就是活命的筹码。凌晨3点，地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感，那是重型履带式车辆碾压过冰面的声音。螺旋会的收割队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这次直接开来了带有撞角的特种装甲车。轰隆一声，坚固的卷闸门在巨大的冲击力面前像纸片一样被撕碎，狂风灌入大厅。我透过地下的监控光纤看到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清场员鱼贯而入，动作极其专业。他们不仅在搜寻物资，还在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扫描着每一面墙壁和地板。长官，这里没有活人反应，但发电机室还是热的，应该刚走不远。
一名清场员报告道：“我紧张的几乎要停止呼吸，手心里全是汗，只能死死按住女儿颤抖的肩膀。”领头的清场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并没有急着下令搜寻，而是盯着地面上的伪装。他摘下手套，摸了摸我故意留下的那些发霉的大米，眼神中透出一丝玩味。有意思，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这种金蝉脱壳的人，这城里已经不多了。他示意手下人往超市的仓库深处投掷震荡弹，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我们头皮发麻。由于地穴做了双层隔音处理，虽然震感强烈，但我们并没有暴露具体位置。林晓死死盯着屏幕，他的手按在自毁遥控器上，只要对方靠近地穴入口，他就引爆。那群清场员在大厅里疯狂掠夺着剩下的残次品，甚至为了几桶变质的食用油大打出手。在这种末世，即使是所谓的正规组织内部，秩序也早已在极度匮乏中摇摇欲坠。高大男人走到了我们地穴入口上方的那块加厚瓷砖前，他的皮靴不断在上面摩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剔骨刀已经被我横在了胸前，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就在他准备低头观察缝隙时，超市外突然传来了凄厉的警报声和密集的枪响。队长，是那群冰原拾荒者，他们开着铲雪车冲过来了，想抢这批货。外面的混乱给了我们一线生机。高大男人咒骂一声，带着手下人迅速撤回门外支援。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在超市门口展开了惨烈的火拼，各种重型武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外面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子弹击碎玻璃和撞击金属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在举行丧礼。螺旋会的清场员虽然装备精良，但那群拾荒者胜在人数众多且极度疯狂。为了生存，他们甚至驾驶着装满炸药的破烂铲雪车直接撞向螺旋会的装甲车。剧烈的爆炸余波震塌了超市的一半房檐，大量的积雪和砖石落下来，掩埋了部分入口。林晓趁乱拉开了地穴的一条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这是咱们逃离这里的最好机会。这两拨人打完之前，咱们得去超市后面的下水道管网。他知道超市已经彻底报废，继续躲在这里只会随着瓦砾一起被埋葬。我背上装满高能补给的背包，拉着女儿，跟着林晓在硝烟弥漫的废墟中快速移动。外面的世界火光冲天，映照着惨白的雪地，宛如一幅地狱绘卷。我们顺着那条早已打通的隐蔽通道，钻进了冰冷刺骨但相对安全的城市地下系统。这里的排水管由于长期废弃，积水并不多，但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腐败气息。林晓走在前面，用手电照亮前方复杂的岔路。他似乎对这里的地形早有研究。只要穿过这两个街区，前面有一座废弃的地铁站，那里是咱们新的临时据点。身后超市的方向又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我知道那里已经成了历史。我们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走了整整4个小时，那种阴冷顺着脚底板直往骨缝里钻。女儿累得脸色苍白，但她始终紧咬着牙关，没有发出一声抱怨，这让我既心疼又欣慰。林晓的伤口因为剧烈运动有些裂开，她只是简单的用胶带又缠了几圈，步履依旧坚定。终于，我们推开了一扇生锈的检修门，面前出现了一座空旷而寂静的地下候车大厅。这里曾经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交通枢纽，如今却像是一座埋藏在地下的巨大坟墓。大厅里堆满了废弃的行李和报纸，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诡异。林晓带着我们来到了站台深处的一间信号室，这里的墙体异常厚实，且有独立的通风。在这里扎营，暂时不要生火。螺旋会的声呐探测器能捕捉到地下的细微震动。我们简单清理出一片空地，铺上防水布，3个人挤在一起，分享着一罐午餐肉。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唯有肚子的饥饿感提醒着我们还活着。我看着黑暗中林晓那张冷峻的侧脸，轻声问他：“咱们还能等到极寒结束的那一天吗？”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这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这是生态的彻底重塑。咱们不是在等冬天过去，咱们是在学习如何成为这个新物种世界里的主宰。”在地铁站休整了3天，我们利用信号室残留的蓄电池，勉强维持着收音机的监听。外界的局势已经崩坏到了极点，螺旋会和拾荒者组织之间的战争已经波及了整座城市，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大屠杀和资源争夺的流言。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斗场。林晓发现信号室的电缆井深处似乎有漏水声，那是极其珍贵的未冻结水源。我们顺着电缆井向下摸索，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由于地壳变动而裸露出来的地下泉眼。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意味着在食物耗尽前，我们不用担心渴死。但就在我们取水的时候，大厅上方突然传来了一阵细碎而密集的爬行声，不是人类的脚步声，而更像是某种昆虫或者啮齿类动物在金属表面划过的声音。林晓立刻示意我们熄灭光源，屏住呼吸，躲在废弃的自动扶梯下方。只见几双闪烁着红光的眼睛在黑暗中快速掠过，体型足有成年野狼那么大。那是城市生态崩塌后产生的新变异种石狮鼠，它们已经在寒冷中进化出了感温器官。这些畜生不仅吃尸体，对活人的气息也极度敏感，很快就顺着味道摸向了我们的信号室。林晓从包里摸出一枚燃烧棒，眼神冰冷地看着黑暗深处，准备战斗。这群东西不杀光，咱们在这里一刻也待不稳。那几只石狮鼠在黑暗中猛地加速，利爪摩擦地砖，发出令人齿冷的刮擦声。林晓手中的燃烧棒划出一道赤红的弧线，瞬间将领头的一只硕鼠烧成了火球。吱，刺耳的惨叫声在空旷的站台回荡，鼠群被突如其来的火焰惊得四散。我反手握紧手中的撬棍，对着一只试图从侧翼偷袭女儿的黑影狠狠砸下，手感极其坚硬，像是砸在了覆盖着角质层的石头上，震得我虎口一阵酥麻。那只石狮鼠被砸断了脊椎，却依然在地上疯狂扭转身体，试图用毒牙撕咬我的靴子。这些畜生不怕痛，必须直接爆头。
林晓大喊着，手中的弩箭精准地钉入鼠头。女儿也没闲着，她举起强光电击棍，对着冲上来的黑影释放出密集的蓝色电弧，焦糊味迅速在密封的地铁站内弥漫。这是一种混合了腐肉与皮毛烧焦的恶臭。经过十几分钟的惨烈博弈，地上留下了7、8具巨大的鼠尸，剩下的鼠群终于退缩。我大口喘着粗气，看着那些比狼还大的怪物，心里明白，这地铁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仅仅是极寒末世进化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未知恐怖正潜伏在阴影深处，等待时机。鼠群暂时退去后，林晓立刻指挥我和女儿用信号室里的废旧铁皮封死所有的通风口。这些畜生是群居的，刚才逃走的那些一定会带更多的同类回来报复。他一边用铁丝固定着挡板，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那些幽深且望不到头的隧道。信号室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们3人的体力在那场战斗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女儿缩在角落里，紧紧抱着那根已经没电的电击棍，小脸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我从背包里摸出几块高能压缩饼干，强行塞进嘴里，干涩的口感像是在咀嚼沙子。林晓告诉我，这些食尸鼠其实是螺旋会实验室流出的副产品，它们拥有极强的耐寒性。螺旋会为了制造完美的人类基因，不惜用各种生物做实验，这些都是失败的残次品。他看向隧道尽头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更有深不见底的绝望。这种变异物种的繁殖速度惊人，很快就会占领整座城市的地下管网系统。我们现在的处境极度尴尬，地面上有螺旋会的搜捕队，地下有杀之不尽的变异手。就在我思考下一步该往哪走时，信号室外面的铁轨深处传来了一阵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那不是动物能发出的动静，更像是某种沉重的铁门被暴力推开的声音。那阵金属撞击声在死寂的地铁站内反复回荡，听得人头皮阵阵发麻。林晓迅速熄灭了唯一的光源，我们3人像石雕一样蹲在阴影里，屏住呼吸。沙沙，这是厚重的橡胶底皮靴踩在碎石子上的声音，整齐且有力。我透过信号室门缝的一角，看到远处的隧道口出现了几束摇晃的冷色吊射灯光，不是一束，而是整整一排。这意味着来人的数量至少在10个以上，且装备极其精良。是螺旋会的清理小组，他们开始对地下系统进行拉网式排查了。林晓低声呢喃，这些人的动作极其专业，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向角落里投掷一枚红外诱饵弹，这种诱饵弹散发出的热量足以吸引方圆100米内的食尸鼠，然后再将其集中消灭。果然，几声凄厉的鼠叫声后，隧道深处传来了密集的加装了消音器的自动武器开火声，火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映照出那些清理小组成员冰冷的钛合金面罩，宛如死神。他们此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清理变异兽，更多的是为了搜寻像我们这样的遗漏物资。我紧紧攥着剔骨刀，感觉到林晓的身体在微微紧绷，他正在计算着对方靠近的距离。如果被他们发现信号室里有人，等待我们的绝对不是救援，而是冰冷的实验舱。清理小组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那种沉重的脚步声仿佛踩在我的心脏上。林晓从怀里掏出一枚干扰弹，这是他从之前的哨兵身上搜刮来的最后底牌。一会儿我扔出干扰弹，你们趁乱往铁轨另一头的避难井里钻，那里没被标记。他把一卷带有夜视仪的护目镜塞进我手里，眼神坚定的让人无法拒绝。还没等我回应，外面的清理小组已经搜到了站台中央，红外光束在信号室门上扫过。头，这间屋子有近期开启的痕迹，门锁被更换过。一个冷硬的男声响起，爆破，清理掉。我感觉全身的血液在这一刻瞬间凝固，甚至能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就在一名清场员拿着定向炸药准备贴门时，林晓猛地踹开侧窗，掷出了干扰弹。轰！强烈的电子脉冲和白光瞬间爆发，整座地铁站的电子设备发出刺耳的啸叫声。清理小组的夜视仪和通讯器瞬间瘫痪，他们陷入了一片混乱的雪花屏中。跑！林晓怒吼一声，拉起我和女儿，直接跳下了近2米高的站台铁轨。我们像疯了一样的在黑暗中狂奔，身后传来了清场员愤怒的吼叫和盲目射击的榴弹。黑暗中，我只能凭着直觉和林晓留下的细微气息，在交错的隧道中左右穿插。就在我们快要耗尽体力时，前方的一个维修洞穴里忽然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这边，快进来！一个压低了嗓音的中年男声在黑暗中突兀地响起。我本能的想要反击，却被林晓伸手拦住。他似乎认出了这个声音的来源。我们钻进那个狭窄的维修洞穴，里面是一个被改造成小型避难所的配电室。一个满脸胡茬、穿着破旧工装的中年男人正举着油灯，神色紧张地看着我们。老莫，你居然还没死？林晓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语气软了几分。老莫惨笑一声，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托螺旋会的福，这鬼地方他们暂时进不来。配电室内堆放着一些发霉的罐头和简陋的取水工具，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机油味。虽然简陋，但这里却是这片杀戮场中难得的避风港，暂时隔绝了外面的死亡气息。老莫指了指配电室深处的一扇厚重铁门，表情变得极其凝重。螺旋会的人不是在找你们，他们是在往这下面灌毒气，准备彻底封死这一层。老莫的话像是一记重锤，砸得我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毒气？他们疯了吗？这下面还有不少活着的幸存者啊！我压低声音惊叫道。老莫冷哼一声，眼神中透着一股看透生死的凉薄。在他们眼里，咱们连耗子都不如。林晓一把抓住老莫的衣领，急促地问道：毒气什么时候开始灌注？咱们还有多久？老莫看了看墙上那个还在微微颤动的气压计，脸色阴沉的可怕。最多还有15分钟。他们已经在地面上的风井口连接了大型压缩机。15分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毒气弥漫开来之前，找到一个绝对密封的避难点。老莫，带我们去那个黑匣子。
我知道你手里有最后一道权限钥匙。林晓盯着老莫的眼睛，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乎要挟的果决。老莫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张沾满血迹的磁卡。黑匣子是地铁站最深处的紧急避难室，本是为高层准备的，拥有独立的氧气系统。我们顺着生锈的检修梯疯狂向下攀爬，空气中的氧气似乎越来越稀薄，头顶上方的通风管道里已经传来了轻微的嘶嘶声，那是无色无味的毒气在扩散。女儿在攀爬过程中由于体力不支差点滑落，我死死抓着她的手，指甲都抠进了肉里。别停，往下爬，快！林晓的声音在狭窄的管道里激起阵阵回响，周围开始出现一些倒闭的食尸鼠，它们由于体型小，代谢快，最先成了毒气的祭品。看着那些曾经凶悍的怪物，此刻僵硬的尸体，我心中的恐惧被放到了最大。终于，在攀爬了近100米后，前方出现了一道通体由合金浇筑的沉重圆形门。老莫颤抖着手将磁卡插入卡槽，由于年代久远且断电，卡槽发出了一阵难听的金属摩擦声。该死，备用电源坏了，必须手动摇动手柄。老莫满头大汗地狂吼着。此时，一丝淡淡的甜腻味道已经顺着管道蔓延过来，那是死亡的信标。我顾不得肩膀的剧痛，跟着老莫一起握住那个巨大的液压手柄，拼了命的旋转，1、2、3，转。每一圈旋转都像是在和死神争夺最后的秒表。随着最后一声清脆的金属咬合声，厚重的合金门缓缓向两侧划开，露出一道缝隙。林晓猛地将我和女儿推进了门内，随后老莫也连滚带爬地钻了进来。砰！沉重的舱门在我们身后彻底锁死，将那一丝甜腻的毒气彻底隔绝在外。室内陷入了短暂的黑暗。几秒钟后，自动应急灯亮起，散发出柔和的暖光。这里的空气清凉而湿润，那是空气循环系统在运作。我们4个人瘫坐在地上，疯狂地喘气，那种死里逃生的虚脱感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紧紧抱着女儿，感受着她温热的体温。老莫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照明灯，发出一阵劫后余生的惨笑。这个黑匣子避难室大约有50平米，四周墙壁贴满了消音隔热材料。角落里整齐地堆放着几箱未开封的高级单冰口粮和大量经过蒸馏处理的纯净水。正中央是一个大型的控制台，上面跳动着各种绿色的指示灯，监控着外界的实时数据。林晓走到控制台前，熟练地输入了一串复杂的代码，调出了刚才那些清场员的监控。屏幕上，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的螺旋会成员正步履蹒跚地撤退，因为毒气连他们自己也扛不住。咱们暂时安全了，这里储存的氧气和物资足够支撑咱们在地下生活1个月。林晓的话让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但我知道这只是末世中一个短暂的哨所。在黑匣子待到第5天，我们渐渐适应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老莫利用他的机械天赋修好了避难室内的一台小型收音机，试图捕捉外界的信号。然而频道里除了刺耳的白噪音，就是各种变异生物发出的无意义的低吼声。地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70度，这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记载的任何寒潮记录。据林晓推测，整个城市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冰雕，除了螺旋会的堡垒，几乎没人生还。就在我们以为会在这里安稳度过这1个月时，监控屏幕上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原本平静的避难室外通道出现了一个体型极其庞大，甚至能扭曲合金壁的黑影。那不是人，也不是食尸鼠。老莫的声音颤抖地变了调，指着屏幕的手不断打哆嗦。那是一头浑身覆盖着冰壳、拥有数对复眼的变异巨兽，它正用头颅疯狂撞击合金门，每一次撞击都让整个避难室剧烈颤动。头顶的灰尘簌簌落下，警告着结构的脆弱。这种怪物显然是适应了毒气，并以其为养分的进化种。它们在黑暗中嗅到了活人的气息。这里的墙壁撑不住这种强度的撞击，咱们必须反击。林晓面色阴沉地从武器架上拿下一把散弹枪，他开始往子弹上涂抹避难室里残留的工业强酸，眼神中透出一股从未有过的狠厉。这是我们最后的堡垒，如果守不住这里，外面等待我们的将是真正的万丈深渊。合金门的边缘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形，甚至有细微的冰碴顺着缝隙被挤了进来。林晓将唯一的一颗定向雷贴在了门后的脆弱点，并用导线连接了远程遥控。一会儿我开门的瞬间，老莫负责开火，吸引他的注意力。王姐，你带着孩子往角落钻。他冷静地分配着战术，但我能看到他握着遥控器的手也在微微出汗。轰！随着一声巨响，林晓主动引爆了定向雷，巨大的冲击波和火光瞬间喷涌而出，合金门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那头变异巨兽被炸飞了半个头颅，发出凄厉的咆哮。老莫吼叫着扣动了散弹枪的扳机，强酸子弹在那出上的血肉中腐蚀出阵阵黑烟。巨兽陷入了最后的疯狂，它不顾一切地冲进室内，巨大的爪子将控制台拍成了粉碎。我抓起2瓶高浓度的酒精燃料，在林晓的配合下，精准地掷向了怪物的伤口处。然林晓扣动手枪，子弹引燃了酒精，整头巨兽瞬间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球，狂暴的烈焰在封闭的空间里肆虐，热浪几乎要把我们的眉毛烤焦，恶臭味弥漫全场。那头巨兽挣扎了足足10分钟，才轰然倒地，焦黑的尸体在余烬中散发着恐怖的微光。避难室的一半设施被毁，循环系统也冒出了黑烟，我们被迫重新面对生存的岔路口。林晓看着地上的尸体，神色复杂地吐了一口气，这里的气息已经暴露了，咱们该上路了。外界的风雪或许致命，但留在这里只会成为更多变异种眼中的熟肉。